不是叫做惊悚片，它也不是鬼片，它其实就是大骗术，它就是骗你嘛。它明明都有，他今天只不能够否认说这件事没有发生，不存在，没有这个会议，当天是大家是见了鬼了，做梦梦到说犯人有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就改了。其实一直在追究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3+11的破口。可是我发现现在在上演惊悚片、鬼故事，是不是？指挥中心闹鬼了啦。之前呢是说怎么样查，就是没有会议记录。那现在呢，这个指挥中心的里面的感染科医师李秉颖呢，他竟然说专家会议是从来没有讨论过3+11。那我想说，你们闹够了没啊？没有专家背书，这比没有会议记录更可怕，是吗？首先专家会议没有讨论3+11这件事情呢，不是现在才爆发出来的新闻啊，早在闹那一波的争议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人提出来。对，那实情如何，我们不知道。他这个又摆明了就是黑箱嘛，指挥中心就是黑箱。可是千惠，你问我相不相信专家会议没有讨论，我相信。因为我认为这个事情发生的当口呢是。卫福部的高官包含陈时中跟他的副署长，或者是他的比较高的几位，他们当时的心态呢，就是要给民进党的立委范云，或者是民进党的其他立委呢，搭配范云一起的呢，给他们一个类似credit， 就说你看。这个立委很够力那我们台湾反正没有什么疫情，那他们愿意替这帮人讲话，我们就按照正常的政治处理碰到执政党的呢，我就要多捧他们多放水，多支持他们的决议。所以当时他们有可能明知这件事情拿到专家会议上去讨论，一定会引发争议，因为我相信专家的态度一定是比较严谨的，他们一定会大呼不可。那他们明知道不可，可是又觉得台湾没有什么疫情，想要赌的情况下面呢，直接内签就把它签掉了。是，所以今天在讲没有什么会议记录呢，他们其实讲的是立委跟他们开会的那个时候的那个记录没有。可是各位要晓得你就算当场没有会议记录，你不肯对于这个其他的民意代表公布或者是媒体公布，可是你内部一定有一个签文。那你内部当时为什么能够签这个文？那你签这个文呢？根据什么？他总是要讲说我有个根据嘛，不然平白无故的，为什么天外飞来一笔，我要变成3+11呢？所以他是也死不拿出来嘛。第一个，那个公文其实就是国民党一直在讲的调阅委员会呢，你其实可以调阅的内容。可是民进党现在就死硬的不给嘛。不是那个时候临时会最后一天的时候，国民党不是要表决吗？不是要公开3+11的事情，他们不是也表决否决掉吗？封杀了，封杀嘛。这个封杀的人还包含林长佐，对不对？所以现在林长佐也被大家要罢免嘛，对不对？就说这个问题其实就出在说，你就算硬说没有所谓的会议记录，你一定有一个会议的共识。那个共识就算是口头的共识，你也一定会形成一个文字签一个公文。对，何况就算卫福部当时明知道心虚，不肯留下书面资料的会议记录，立委那边一定会有做会议记录的嘛。对，因为我以前也做过立委，我们做这种出来跟行政部门协调政策或者对他进行陈情案要求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存底啊。而且呢，如果他答应我的事情，他隔了一段时间他没有做，我还要根据当天的那个会议内容签署的名单，我还要再去函要求他们来执行我们当天的结论嘛，对不对？所以别的不讲，你范云那里也有记录啊。是啊，是不是？你真的不行的时候，你民进党政府可以利用对于这个党团的压力，你叫范云把记录交出来啊，就他也不要交啊。对，所以今天这全部它不是叫做惊悚片，它也不是鬼片，它其实就是大骗术。就是王牌大骗子这种，他就是骗你嘛。他明明都有，他今天只不能够否认说这件事没有发生，因为他3+11确实改了政策。
否则的话，他如果他能凹，他还是想办法赶凹过去的啦。对，他肯定要讲说，哎，不存在，没有这个会议，当天大家是见了鬼了，做梦梦到说范云有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就改了。他们如果能办到，他们也会想尽办法死都要这样凹啊。可是好啊，你说会议记录啊，那你说这个专家没有一起开会讨论过，然后陈时中他最后就是两手一摊，一句话说，反正大小事我负责，我来负责。他要怎么负责啊？他要负什么责啊？他能怎么负责啊？还是说他也就是反正就现在就随便说信口开河？我觉得陈时中现在已经打到那个有气无力的，就是说大家讲嘛，他是不是有点意兴阑珊啊？从 BNT 这件事情到这个5月份社区感染的疫情，他身上已经背了几百条人命了，是，对不对？所以我才说，你从身上背几百条人命这件事情，压都要把它压垮的情况下，我们比一下那个林佳龙那个交通部长，在当时那个火车泰鲁尔号的那个出事风波，当时50条人命的时候，大家舆论挞伐，他就下台了，很快就下台了。对，那你今天先不管说下台了，是不是就是不用再追究其他责任？如果它里面相关有什么刑责或什么的，有些的事情可能还在调查之中，但是你起码你就得下台嘛。所以你说陈时中目前他说都他负责，事情闹这么大，结果他还赖在那个位置上不走，而且呢，民进党政府也不给他走。苏贞昌还叫大家说，哎呀，现在不要去为难他了，叫监察院现在不要调查他了，不是好的时机。说监察院不厚道啊。对呀，等等。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民进党政府你一样要这样子，为什么不让他走啊？是说反正他可以当挡箭牌，是不是要挡子弹啊？我觉得民进党现在很害怕他走，是因为呢疫苗的问题确实还没有解决，确实还没有解决的后果就是疫情它可能会反复，所以你今天如果这个时候让陈时中走了，你换了一个不管是谁不管是大家认为什么陈建仁呐，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人，说赖清德好了来带。对，我看赖清德可能性不高了，因为他毕竟还是现任的副总统，那个职务上位阶上，不晓得他们要怎么解决。但不管如何呢，你来了，如果后面又有一波疫情的反复呢，他又要折损。好，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陈时中他去年有在神坛上的那个问题，有战功，或者是那种光环吧，知名度吧，所以民进党政府的政治逻辑会认为说，一旦事情恶化到对他们非常政治上非常严重这个政权感到危急不安的时候呢，陈时中这样的人拿出来祭旗，效果呢比你现在就再去弄一个没有光环的，或者是知名度不够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呢？对他们效果要好，所以我在这边也特别，我觉得也是好意啦，提醒一下陈时中本人，我觉得他最好不要恋战这个职务，因为他一直待在那里呢，他的后果会很惨，因为他会真的被拿出来祭旗，因为他的那个反差去年光环这么高，对呀，他这样子到时候选台北市长也没得选了，对不对？没得选了。他本来还不止台北市，双北都要给他考虑呢，台北或新北都给他选。那他现在他原来这么高，你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一旦祭旗呢，那个对他的杀伤力跟效果，还有他们会丢很多的脏水、垃圾到他的头上，是他会真的很惨。所以我觉得他最好不要到那个程度。